考试成绩垫底后，亲妈将我送回了福利院。一学年我都稳居倒数第一，被老师第3次劝退学之时，妈妈冷眼相待，头也不回的把我送回了福利院。在院长办公室里，他猛地一追我，说道：“院长，我当时真是搞错了，这蠢丫头可不是我的女儿。”接着又指着墙上排名第1的苏小新，道：“那个考第1的苏小新才是我的女儿。可是林女士，您和希婉可是做过亲子鉴定的亲母女啊，这是绝不会错的。”院长满脸惊讶，妈妈拉住院长的手，推下手上一个闪亮的钻石镯子，道：“弄错了，那个苏小新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不是。”院长沉吟片刻，道：“您要是喜欢小新，完全可以把她也领回去，以您的条件，养2个孩子也没什么问题啊。”“不用了，像林希婉这般蠢笨如猪、一无是处的废物，绝不是我林一文的女儿。”妈妈看向我的眼神，仿佛在看最肮脏的垃圾，恨不得立刻将我丢弃得远远的。院长愣了一下，随即让人把苏小新找来，直接将她往妈妈怀里一推，道：“小新啊，你才是林女士的亲生女儿，跟她走吧。您是我的妈妈吗？”苏小新看看林女士的脸，又瞅瞅与她颇为相似的我的脸，瞪大了眼睛。“是的，好孩子，是妈妈当时搞错了，你才是妈妈的女儿。”妈妈抱住苏小新，道：“妈妈会给你买最漂亮的小裙子，买最贵的洋娃娃，让你上最好的培训班，让你成为最优秀的小公主。”苏小新愣了一下，但很快就上前抱住了林女士，哭道：“妈妈，你终于来找我了。”就在这时，我那磨损的不堪重负的书包带断了，手工课上给妈妈做的红花纸手环和1年前妈妈送我读书时新书包的书皮散落的满地都是。“那院长，我就带女儿走了。”妈妈牵着苏小新离去。他们离开后，画着红花的纸手环被踩得稀烂，漂亮的书皮上满是脚印。走到门口，苏小新回过头，冲我做了个废物的口型，眼中满是挑衅。之后，过了约莫2个小时，院长又把我叫回了办公室，递给我一张断绝关系协议书，让我签字。经协商，本人与林一文女士断绝关系，不享有任何继承权等权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前天我在客厅餐桌上看到了这份写有我和妈妈名字的文件，用家里的平板上网查了查，我明白，妈妈不想带我了。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啪嗒啪嗒的掉落下来。最后，我强忍着颤抖，稳稳的签了字。我签了，林希婉也签了，苏小新。因为院长说林女士的孩子叫林希婉，所以妈妈把我的名字改成了苏小新。林希婉这个名字从此属于原来的苏小新了。我坐在水池边，望着倒影中与林一文女士如出一辙的杏仁眼，视线渐渐变得模糊。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道：“别哭了，原本你是可以有妈妈的，都是你自己不争气啊。半年前妈妈刚把我接回去的时候，也是很喜欢我的。她第一眼看到我就把我紧紧拥入怀中，仿佛我那与她有6分相像的脸上写着我是她女儿的事实。她带我去商场，给我买了很多好看的公主裙，还有和她衣帽间同款的漂亮小包包。她说我就是她的小公主，要把我培养成最优秀的名媛。可都是我不好，老师讲的课我总是听不明白，感觉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一道专门隔绝知识的铜墙铁壁，那些知识怎么都进不来。妈妈专门为我请来的补课老师也频频摇头，纷纷说我脑子不行，教不了了，建议换条路子送我去学别的，或者送我进特殊学校。妈妈咬牙切齿，后来把我送到了整个城市补习班最多的少年宫，让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从画画、书法到唱歌、跳舞，从外语、体育到口才、礼仪，每一门课程我都试了个遍。然后她问每一位老师我有没有天分，但这些兴趣课的老师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摇着头，说我学东西比普通孩子要慢一些。看着周围来接孩子的家长投来或同情或看热闹的眼神，还有他接着谈论我的电话，一次次砸坏手机，我知道我这个女儿成了他被嘲笑讽刺的污点。于是他剪烂了所有给我买的公主裙，扔掉了所有给我买的发卡和包包，说我配不上。他用鸡毛掸子和藤条在我身上打了好多下，说怎么会生出像我这样蠢笨如猪、一无是处的废物。我抽泣着，也在痛恨着自己的不争气，却突然感到后背被猛地一推，我掉进了湖里。我在湖水中拼命挣扎。这时我听到了苏小新的声音：“林希婉，哦不，现在你是苏小新了。”我说：“像你这样废物到连亲妈都不要的人，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哦，你亲妈当天就跟你断绝关系，给你改户口名，我真的要笑死了。”“苏小新，你知道吗？你就是路边最讨人厌的杂草，就是一坨臭狗屎，没人要的臭狗屎。”哈哈哈！听着苏小新，哦不，现在的林希婉说的话，我突然不想挣扎了，任由湖水将我淹没。他应该会因为我的存在而烦心吧？那我就这样死掉的话，他会不会快乐一点呢？湖水中很冷，但过了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自己被捞了起来，我感觉浑身发烫，意识也变得模糊。这时听到院长在给他打电话：“林女士，现在的苏小新她发了高烧，同时还引发了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需要马上手术，但大概需要1万2的手术费。我们院里经济也困难，这孩子的医药费您看。”院长的手机声音很大，林女士的声音格外清晰。我听见她说：“院长，那蠢货不是我的孩子，跟我无关，他死就死。还有啊，以后他的事不要再来烦我了。另外，你们福利院没钱就别救，有钱我也不建议花在他身上，毕竟像他这样的废物，长大了对社会也做不出任何贡献。”我的眼皮紧紧闭合，
却依旧无法阻挡那2行泪水滑落。的确，像我这般什么都学不会、毫无前途的人，在这世上想必无人会在意，没有人会需要我，就连我的亲妈都将我抛弃。然而，就在我头痛欲裂、失去意识之前，我听到了鸡蛋饼阿姨惊慌失措的声音：“医生，我马上交钱，给这孩子立刻做手术，赶紧的。”“对，我是他妈妈，你们快给他治疗啊！”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急得恨不得跳起来，按住那鸡蛋饼阿姨，大声对她说道：“不行的，我是个很笨的孩子，就我这样的孩子不值得啊！”鸡蛋饼阿姨每天都很辛苦，她自己的衣服都已破旧，满是岁月的痕迹，她没有钱，手术费太贵了。而我这样学习一塌糊涂、什么都学不好的孩子，以后没有前途，无法给她带来任何希望。退费，出院。我刚苏醒，便朝着有些弯腰驼背的鸡蛋饼阿姨一字一顿地吐出这几个字：“你这孩子！”鸡蛋饼阿姨轻轻点了点我的头，随后转身伸手摆弄起保温桶：“不饿呀，阿姨给你喂点粥哦，新鲜的鸡汤粥，可香了。”我笨，成绩差，什么都学不会，不好，不值得。我感觉脑袋仿佛被秤砣压住，又疼又喘不过气，但还是用尽全身力气，认真地对鸡蛋饼阿姨说道：“找聪明的，有前途，值。”却未曾料到鸡蛋饼阿姨直接贴近我，鸡蛋饼阿姨将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可怎么办呢？这辈子我就认定你这个小傻丫头是我闺女了，我就想要你。上次我一个人推车摔倒了，你帮我扶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如果我有女儿，一定就是你这样的小傻丫头。要是你没家人的话，就做我的女儿吧。鸡蛋饼阿姨拥抱着我，抚摸着我的头，落在我脖颈的泪水滚烫。那是我从小就幻想过的妈妈的怀抱，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好，鸡蛋饼阿姨立刻笑我，还说以后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原本我是不愿做鸡蛋饼阿姨的女儿的，她的生活一看就过得很艰难，她的手黝黑粗糙，布满厚厚的茧子，脸上的皱纹也清晰可见。那天我被林女士赶出家门，帮她扶起推车后，她给的鸡蛋饼我都不敢要，但我确实应该做鸡蛋饼阿姨的女儿。她从早忙到晚，四处摆摊，一天也只能挣不到100块，而我的手术费是12000块。我不知道她要辛苦多久才能攒够，但我一定要报答她。以后我就是鸡蛋饼阿姨的女儿了。出院后，妈妈带我去接收进城务工农民孩子2级办理入学手续，担心我跟不上进度，妈妈给我选了比同龄人低1年级的4年级，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慢一点没关系。妈妈还给我改了名字，跟她姓，叫杨乐了。妈妈说她就希望我这辈子能快快乐乐的。不巧的是，原来的苏小新，也就是现在的林希婉，也转学到了2小，升到了6年级。我心想，林女士大概是觉得把林希婉送到贵族小学会丢面子，送到我原来的小学也会没脸，所以才送到这里的吧。但我们的见面注定不会愉快，她从小就特别讨厌我。杨乐乐，我允许你改名字了吗？像你这样的垃圾配得上快乐，那就让你好好快乐快乐。林希婉现在的零花钱很多，还有很多昂贵的东西，跟着她一起欺负我的人也更多了。当我浑身狼狈、伤痕累累，倒在学校后山的一个角落时，我却没有像以前那样难过了。我希望自己能快点恢复力气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我想林希婉已经6年级了，再忍1年就好了。我的女儿好好上学，居然变成这样，报警！我一定要报警！我要告到教育局，我非得把欺负我女儿的王八蛋揪出来不可。听到妈妈崩溃的哭喊声，我仿佛又获得了新生。在执法人员面前，妈妈紧紧抱着我，诉说着我的不公，而我也仿佛有了无比强大的支持力量，说出了林希婉这么多年来对我做的种种事情。刚上学的时候，我是福利院里成绩最好的孩子，但是当时的苏小新总是在放学时把我拖到角落打我。我考试考得好一次，在课堂上发言一次，或者老师看我一次，甚至后来只要我把目光投向黑板或者书本一次，我就会遭到他和他的小伙伴的毒打。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不到2年，我就完全听不进去课了，成绩急剧下降。那之后林希婉就比较少动手打我了，但她还是时不时会有大冷天往我床铺上浇水，撕毁我的作业，把我推进去。兴致来了就让我学点觉。看着门外一抹看起来很高级的粉蓝色衣角，我提高声音继续诉说，从他以前如何欺凌我，到现在如何欺凌我，说得很详细。妈妈心疼的眼泪不断掉落，一边紧紧抱住我，一边哭着说：“同志，您一定要给我们母女一个公道。今天恰好是我办理出院的日子，我收拾好东西，办理好手续后再等妈妈。”然而妈妈却没来，等来的却是一身光鲜亮丽的林女士。林女士说：“你在等那个卖鸡蛋饼的小贩吗？不用等了，他现在自己被送到急诊室了，没时间管你。”我双眼急得通红，我妈妈怎么了？林女士摸了摸自己满是钻石的手表，说道：“我让她签谅解说，她不肯，我就派人砸了她的手摊。你拿去给她签吧，不签的话，你们在这儿绝对无法立足。”我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女士：“您知道苏小新她曾经对我做了什么吗？您就没想过让我得到公道吗？”林以文女士用高高在上又漫不经心的语气回复我：“期中成绩出来了，我女儿林希婉是第1名，而你是请10几个名师都救不回来的蠢货。如今你换作杨乐了，是吧？杨乐了，你本身就如同毫无用处的废材，我为何要舍弃一个更具潜能的孩子，而留下你这个如今乃至将来都无法创造任何价值的废物呢？”我只觉泪水好似瞬间从体内奔涌而出，咬着牙道：“哪怕我是你亲生的呢？
林女士却仿佛被逗乐了，小丫头，所谓关系，那得双方认可才作数，我不认，那我们便不存在这种关系。速速拿着谅解书去找那小贩签字，然后滚去别的城市，不然我保证你难以想象这后果。那日，妈妈和我皆狼狈不堪，但我始终牢记那双手，粗糙却带着温热，一直紧紧将我拥在怀中，仿佛抱着极为易碎的珍宝。我亦记得，从那之后，我便只有这一位妈妈。我的中学6年，几乎都在妈妈卖鸡蛋饼攒钱，钱攒够了，便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的过程中度过。知晓我童年时期遭受巨大创伤后，妈妈听闻看心理医生能治愈，稍有积蓄便带我去看心理咨询。家中根本存不下半点钱，甚至夸张到我或妈妈突然身患诸如肠胃炎或阑尾炎等必须去医院的病症时，妈妈也只能厚着脸皮向社区、老家或熟识之人借钱。邻居们纷纷说道：“这孩子只是学习差了些，何必花费那么多钱去医治呢？”妈妈总是笑着对他们说：“这关系到孩子的一生啊，做妈妈的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孩子治。”终于，在妈妈和我历经整整8年的努力之后，我的冻结创伤反应习得性无助抑郁症、焦虑症、恐慌症这些症状一次比一次减轻。难以言喻的是，究竟是妈妈每日与我一同梳头发，为我做一份有3个煎蛋的鸡蛋饼，买一张单人票，在一旁看着我在游乐园玩耍，还是将我的头放在她颈间，一次次强调快乐是妈妈的宝贝，是上天赐予妈妈的礼物。有了快乐之后，妈妈很幸福，妈妈不再是孤身一人，妈妈有快乐了。不知在哪个瞬间，我内心那层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壳开始出现裂缝，光芒开始能够照进来，我的成绩也开始稳步提升，从倒数第1到倒数10名，再到中下游、中游，倘若发挥稳定的话，或许勉强能够考上一本。高考那日，妈妈特意穿上新买的旗袍，说是最近旗开得胜的潮流。我笑着扑进她怀里，说妈妈穿什么都最好看。然而，当我进场时，检查考生入场的机器却发出声响，她对我说：“对不起，您的身份信息无效。”我再次刷卡，机器依旧响起：“对不起，您的身份信息无效。”这时，身旁有位叔叔将电话递给我，里面传来林希婉的声音：“杨乐乐，听说你最近又会读书了呀，都能考一本了。但不行哦，我不想我考上大学的这一年看见你也考上。哦，把你的户籍信息注销是你亲妈干的，因为我是大学的苗子，所以我怎么说你妈妈就怎么做了。废物就是废物，这辈子啊都只能待在垃圾堆里了。”哈哈哈哈！我再也无法抑制，跑出考场，拨打了那个曾让我牢记，以便他再次找不到我时也能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听到他的声音，我哽咽着问道：“是你把我的身份信息注销了吗？为何？为何？吃！你一个努力了7、8年还不知能否考上一本的人，早1年或晚1年考，又有何关系呢？以后别打来了，我没时间跟无关之人白费口舌。”林女士的声音冰冷至极，而我只觉自己奔涌而出的泪水都是冰冷的。我哭着吼叫着：“为什么？你不喜欢我，我已经离开了，为何你还不肯放过我？为何？”没时间跟你说，挂了。林女士的声音依旧那般冰冷。妈妈这时也找到了我，陪我前往执法局反映此事。林希婉的计策着实歹毒，林女士的心也着实狠辣。不过也好，不然我还不知我的户口竟还在那个女人那里。此次我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将原本我们这2个法盲从未重视过的户籍迁移等事宜的程序逐一走完，终于成为了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母女。那晚，我扑在妈妈怀里，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她为何那般对我？就因为我愚笨吗？妈妈的声音很温柔，眼中也含着泪，但却带着安抚我的笑容。妈妈说：“快乐啊，你要相信，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倘若没有这件事，妈妈都还不知在法律层面上与我们快乐并非母女呢。倘若没有当初手受伤推不动车，妈妈也遇不上快乐。你要这样想，说不定今年去考，你只能考上一本，明年准备更充分再去考，就能考上名牌大学了。别怕，命运如何，我们好好走下去就是了。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妈妈的声音温柔至极，我后来也在哭泣中睡去。那天，我想，或许一切确实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我要遇到这么好的妈妈，所以才需要经历一些磨难。那之后的第2天，妈妈便四处打听最好的复读学校。我问她：“妈妈，万一我还是学不会，依旧是一无是处的废物，以后没有前途呢？”妈妈这时笑了，她说：“傻孩子，不管你怎样，你都是妈妈的孩子，你勤劳善良又体贴，一下学就帮妈妈干活，给妈妈捶背，你是妈妈的小天使。现在学不进去，是因为心灵受了伤，就像患了一场感冒，对知识暂时不敏感了，等之后好了就不会了。”妈妈说：“我们快乐分明是很聪明的孩子，能想出那么多好办法，让妈妈卖出更多鸡蛋饼，而且就算起步晚，进步也更快。”妈妈还讲到，即便快乐无法赚取巨额财富也无妨，日后只需做一个平凡却快乐的人便足矣。她诉说了许多，那曾束缚我心多年的厚厚铁膜，此刻片片崩裂。当我的心再度有力且鲜活的跳动时，我明白，长久以来的创伤是可以治愈的，只需用满满的爱。10年后，妈妈带着我前往大学的宿舍楼办理报到手续。期间，我听到了林女士与林希婉的争吵。林希婉单方面持续宣泄着：“我跟你讲了，我不读了，不读了。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不就相当于你的一项投资吗？有回报就成，别要求那么多。你现在这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真把自己当成我妈了。”
林女士崩溃的大喊：“你是我林一文的女儿，你不能这么没骨气，不能做那种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我才不是你的女儿，只是一个投资项目罢了。识相点，赶紧打钱，不然等你老了，我一定让你死得毫无尊严。你别碰我，给我好好待在这儿，不然以后我绝不会给你1分钱，也不会帮你收拾任何烂摊子。”在走廊门口相遇时，林女士早已没有了10年前的那般骄傲与光鲜，身上的衣服皆是老款，眼角的细纹和法令纹也开始清晰可见。听以前的同学说，5年前林希婉家的生意跟不上时代潮流，逐渐被淘汰，她妈妈的那些名包也都被变卖了，林希婉甚至把送给同学的包和首饰都要了回去。如今的林女士靠着以前的积蓄勉强维持生活。林女士看到了我和我的妈妈，她望着与她年轻时已然有8分相似的我，惊讶地说道：“你怎么可能？”而我手中拿着刚刚与妈妈一起拍摄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妈妈今天也特意穿上了我给她买的旗袍，戴上了我用奖金给她买的珍珠项链。妈妈看了一眼林女士，又看了看我的脸，随后向前迈了一步，笑着对林女士说道：“孩子很争气，本科努力考上了一本，虽然没选到喜欢的专业，但今年考上了大学，也如愿以偿的学到了心仪的专业。这孩子啊，优秀。妈，别跟不相干的人废话，走走。”我拉着妈妈离开。妈妈陪着我一起整理新被子，一边絮叨着：“你这孩子，他毕竟现在你这么优秀，多一个人爱你不好吗？”妈，我这辈子就你一个妈。闻到那股熟悉的香水味，我认真的说道：“妈，我病得快死了，其他人都觉得我该死的时候，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求医生救我。这么多年我心理问题那么严重，是你每天起早贪黑卖鸡蛋饼，一攒到钱就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那么努力，却被人恶意注销学籍，情绪低落的时候，是你不辞辛劳的陪我在2地奔波，办理好了户籍，一直鼓励我要坚持下去。是你用满满的爱重新塑造了一个如今开朗优秀的杨乐乐。现在的杨乐乐只是你一个人的女儿。”听到门口的动静，妈妈佯装打了我2下：“你这孩子！”我梗着脖子说道：“本来就是，别人能随意送出价值20万的镯子，一条裙子上万，却看着我高烧等死，而你每天挣100块也敢倾家荡产救我，你不是我妈谁是？”上了大学后，我不放心妈妈，妈妈也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我们把鸡蛋饼摊摆到了学校后门的学生街，我一有空就去帮忙。奖学金和项目奖金到账的那一天，我跑到学生街，一把拉住妈妈就往5院跑。她长期劳累，脊椎有严重问题，更换需要一大笔钱。而到了今天，我终于攒够了钱。我跟你说过，只是些小病小痛，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治什么治？妈妈不肯去，但没关系，我力气比她大，我能把她抱过去。我把她拖到医生面前，说道：“医生，钱我们都准备好了，麻烦尽快安排手术，用那个最贵的骨骼支架。”妈妈像脱水的泥鳅一样四处乱蹦：“死丫头，治什么治？我都一把年纪了，身体大半都埋进黄土里了，有什么好治的？学费让你交，你没去交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这个死丫头！”妈妈挣扎不过我，便哭着抱住我，捶打我。我笑着说道：“你女儿，我现在可是全国排名第1大学顶尖专业的研究生，国家会养着我的。助学贷款工作几年就能轻松还上了。”妈妈气得又捶了我2下。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以后出来工作要不要安顿？嫁人要不要嫁妆钱？我抱着妈妈哭着说道：“妈妈，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爱我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不然我也活不下去了。”妈妈停顿了一会儿，最后声音沙哑地说道：“好，妈要看着我的宝贝女儿有好工作，嫁个靠谱的男人，生一个漂亮聪明的小娃娃，我们娘俩都要好好的。”我由悲转喜，轻轻应了一声嗯。第2天，我精心熬制了鸡汤去看望妈妈，妈妈却递给我一只成色极佳的翡翠手镯：“这是你亲妈给的，她说她时日无多，给你留个念想。昨天她就在那间病房里，用帘子遮着。刚刚听护士说她也是骨头出了问题，还没来得及治疗呢，就听说家里遭了贼，先跑回去了。”我听完妈妈的话，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您先吃，吃饱了我把镯子还给人家。”接着又补充道：“妈，别担心了，有您一个妈就足够了。”我给林女士打电话时，一接通就听到她的惊呼：“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林希婉是你女儿吧？她欠了我们500万，我们来收账的，都给我搬走！”林女士连忙喊道：“不是的，林希婉是我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孩子，她不是我女儿，不是的，她跟我一点都不像，是不是？可不是你说了算，你们这是入室抢劫，我要报警了！你报啊，这白纸黑字的，可别想抵赖。”不想卷入林女士的事情中，我挂断了电话，打算过段时间再打过去。没想到最后回学校的时候，竟然在宿舍楼底下看到林希婉在一个满身纹身的社会大哥面前撒娇。林希婉竟然说道：“谢谢大哥，这次多亏有你的帮忙，我一定能把我养母的钱都弄到手。真是个能干的小宝贝，我明天来接你。”林希婉娇羞的在花臂男脸上亲了一下。在宿舍楼的楼梯口，我拦住了她，说道：“林女士对你那么好，让你每天都像小公主一样穿着漂亮，还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培养你上了大学，你不应该这样对待她。”林希婉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然后仔细打量了我一阵，惊讶的叫道：“哟，林希婉，哦不，苏小新，你怎么在这儿？”林希婉又说：“这里是研究生宿舍，
你考上大学的研究生了。哈哈哈哈！要是林一文知道的话，他的脸色肯定会很精彩。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医生说他股骨头的病变已经很严重了，这1-2周做手术还有恢复行动能力的机会。林希婉一把推开我，说道：我劝你少管闲事，或者……哦，现在林一文女士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愿意养的话就你养吧，我还有个厂子要赶，让道哈。看着林希婉身上散发着与大学生身份不符的妖媚风尘气，我忍不住说道：你那么聪明，好不容易才得到上大学的机会，不应该浪费的。林希婉眯起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你要是再管闲事，我就对你不客气。后来我和妈妈商量后，把林女士留下的翡翠手镯变卖了，卖了32万，正好够支付林女士的手术费和护工费。我把晕倒在江家原来房子里的林女士接到了我妈妈住的医院，那是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不过给她换到了隔壁病房。当我妈妈和林女士都做完手术的时候，我看到了林希婉。听同学说，院里有一个延毕5年后被开除的白富美林姓女学生，她原本傍上了黑帮大佬，把家里的钱都弄出来了，可那大佬不是个好东西，卷走了她的钱就跑了。最后她考试没通过，被举报与社会分子有不良往来，就被退学了。我刚好扶着妈妈经过隔壁病房，听到林希婉说道：妈妈，对不起，他骗了我，钱都被他卷跑了，我也被学校退学了。我刚好扶着妈妈经过隔壁病房，听到林希婉说道：我知道我没脸来见你。我第一次看到林希婉流泪。没关系，是妈妈不好，如果妈妈能像那个卖鸡蛋饼的阿姨一样给你足够的爱，你也不会这么偏激，是妈妈做的不好。我听到了林女士虚弱的声音。可是妈妈，怎么办？我被大学退学了，怎么办？我还做了那么多错事，我的人生是不是完了？林希婉抱着床上的林女士痛哭着。傻孩子，年轻的时候谁都会犯点错，但是人生不会就这样结束，人生还长着呢。林希婉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变得柔和的林女士问道：妈妈，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林女士笑了，说道：以前是妈妈太功利了，生孩子是这样，争权夺利是这样，培养孩子也是这样，但我发现很多事情不能只以成果来论英雄，就像希婉不管怎样也是妈妈的孩子。说件搞笑的事，我的亲生母亲终于学会做个好妈妈了，不过对象不是我。回到病房，妈妈一脸担心地摸了摸我的头，说道：要是难过的话，妈妈抱着你哭会儿。我笑着投入她的怀抱，说道：不用了，有您之后，我从未羡慕过任何人。再后来，我申博成功，最后留在本校任教，帮着妈妈在学生街继续摆了几年鸡蛋饼摊，因为很多都是免费送的，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我鸡蛋饼老师。每一个寒暑假或者小长假，我都会抽出时间带妈妈去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看风景，去不同的地方体验风土人情。听说后来林希婉也懂事了，自考了一个本科，在本地的一家国企工作，很快就嫁给了一个老实忠厚的好人。林女士呢，每天买菜，帮忙带娃，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我那父亲，身边女人成群，孩子更是众多，母亲从小便叮嘱我，必须要做到极致优秀，方能获得父亲与爷爷奶奶的喜爱，才能在家族中立足。于是，我始终如一地努力着。后来，我邂逅了一位门当户对的贵公子，深深坠入爱河。然而，他最终却选择了一位学历比我高，在集团职位也比我高的女子。我心中满是嫉妒与愤怒，暗想，即便我不比他们强，那我所生的孩子也一定要比他们的强。可在孩子出生之际，恰逢集团改革，我难以解释孩子的来历，便将他送到了福利院。恰好，我也不愿承认，这个孩子是我在爱情与事业竞争中落败的产物。9年之后，我在集团终于站稳脚跟，尽管我仍被姐姐死死压制，但看到那人和姐姐的孩子那般相似，软软糯糯的，我心中又涌起了拥有自己孩子的渴望。初见的那一刻，我便知晓他是我的孩子，他与我小时候简直如出一辙。看着缩小版的自己，我的心都融化了。我将他抱回家，给他改名为希婉，为他穿上最华美的公主裙，买下最漂亮的洋娃娃，我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然而，令我无法接受的是，我的希婉竟是个怎么学都学不会的笨蛋。每次老师委婉地劝我把她送进障碍学校，每次家庭教师对我摇头，以及旁边家长的目光，都在向我诉说，这个孩子太笨，什么都学不进去。即便这还只是在普通学校，尚未进入贵族中学。刚在朋友圈看到姐姐晒出她2个孩子皆是年级第一的照片，转头学校老师就跟我说我孩子是智力有问题，让我退学，我彻底崩溃了。我不顾希婉的哭喊，将她送回了福利院。不，一定是弄错了，我林一文的女儿怎么可能是这般蠢货？一路上我内心挣扎不已，我想，可这个小小的人儿是如此爱我啊，他会在我下班时把拖鞋放在门口，会主动询问我饿不饿，渴不渴，会在我拥抱他时眼中闪烁着星星。即便后来我怨恨他成绩不佳，剪碎了他的漂亮衣服和洋娃娃，甚至狠狠抽打他，他从未怨恨过我，只是哭泣着说，妈妈，对不起，希婉错了，妈妈别生气，妈妈别生气。当我后悔向他张开双臂时，他总会破涕为笑，扑进我的怀抱。想到这些，我的心便软了下来，但一想到他只能拿倒数第一，什么都学不会，以后没有任何前程，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倘若我的孩子是他，我这辈子都难以扬眉吐气了。后来我做了许多错事，
小新这个孩子精明且狠辣，但他能考第一，于是他的要求我都会满足，哪怕这会伤害到那个善良的孩子。在打压那个孩子时，我甚至隐隐感受到一种隐秘的快感。你瞧，这孩子没出息，我选的孩子有出息，那我岂不是选对了？还好，最终那个孩子有了爱他的妈妈。后来姐姐发现我处处给他设卡，直接将我逐出了家族企业，我更加愤恨，于是对我所选的这个孩子也更加严厉。最终他考上了大学。我本以为自己扬眉吐气了，却未曾想到这些年的逼迫让这个孩子变得极为偏激。在这个孩子闯下大祸，毁掉自己前程，我彻底绝望之后，我以为自己会放弃这个孩子，却没想到我的心中满是歉疚与难以割舍。这个孩子也渐渐明白，这么多年的相伴，他是爱我的。后来我们重新修复了母女关系，继续携手前行。哦，我所生的那个孩子，他若看到这些，怕是会感到困扰吧？那我便不再打扰他了，只愿他平平安安，与他的妈妈都能过得好好的。